顺着泽无君的话，除知情无人以外，其他众人都缓缓地反应着。泽无君的意思，便是韩光君每夜须得与魏公子同床共枕，若非如此，魏公子每夜便会迎来飞来横祸。众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两人身上，想起他们方才的姿势，蓝启仁只觉心中一紧，叶明觉也觉自己此刻脑子不是那么大清明，否则怎会听到如此荒诞之事？这么睡，当真不会睡出什么其他东西出来吗？蓝启仁除方才的恍惚以外，心中不知为何多了丝紧张，这紧张来的突然，源于某种不可名状的危机，将他打得措手不及。在本能面前，任何外物都是虚的，往日刻在心头的家规也抹了个净。他看着面前两人，问道：“你？”蓝忘机等他叔父问话，却许久未曾听见下文，抬眸望去，只见蓝启仁处在原地，脸色发青，似乎憋得甚是难受。蓝忘机道：“叔父。”蓝启仁一口气呼出，仿佛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般，无力道：“不是你，是魏婴。”魏无羡原本好整以暇地坐着，他们这边倒是无所谓，能瞒着便帮忙瞒，如今实在瞒不住了，便是姑苏蓝氏那边的事儿了。他也不再紧张，如今忽然点到他名，不免一惊，悚然道：“我怎了？”蓝启仁纠结道：“你可有对忘机？魏无羡是什么德性？他在云深不知处那几个月里，算是见识过了，再加上他于射日之争中展现的恐怖实力，因此心中担忧，唯恐自己二侄子受了欺负。魏公子对韩光君怎样？”众人耳朵竖得老高，眼中冒出火一般的热情，默默不敢作声，生怕打扰了眼前一场好戏。魏无羡一听这话，心想这蓝老头当真担心过头了，一手往蓝忘机肩上一揽，随意道：“放心放心，我们关系好着呢，我能对蓝湛做何事？关系好着呢。”众人心中记下重点，韩光君与魏公子实则私下关系要好，暂时传言并不可信，不排除因同床而睡，同榻而眠导致两人和好的可能性。这一番动作再次刺答，激了端正手里的蓝启仁老先生。蓝曦臣见状，忙上前安抚他叔父，顺带替魏无羡说两句好话。此次魏公子当真无辜，说起来倒是因着忘机，魏公子的腰阿瑶。众人再度默默记下，魏公子无辜，因韩光君魏公子的腰。众人腰怎样了？魏无羡方才被突然点名，心惊胆战一瞬，随即又安下心来。这几日事务繁忙，再过几日与百凤山还有围猎大会，正等着今晚事情结束，自己再搂着蓝忘机美美睡上一觉。谁料一股名为坐立难安的感觉袭上心头，他动作一顿，只觉身一束束视线纷纷聚在自己身上，竟难得教他脸上发烫。再抬头发现那一束束视线并非来自前方摇头叹息的蓝启仁，也不是正小声议论的脸方尊与泽无君，更非一旁伫立摆着张死人脸的江澄与赤峰尊，而是来自后方无数被他那一嗓子吼醒深夜赶来救场的仁人义士们。魏无羡，众人。魏无羡顺着那目光缓缓低头看向自己的腰，魏无羡问道：“我的腰出事了吗？”众人齐齐摇头。他这边一出声，前方原本还各论各的几位大人物也回了神。蓝忘机在众人与魏无羡之间看了几圈，伸手宽大的广袖将他罩住。众人魏无羡躲在里面，心中窃喜，暗搓搓的笑了好一会儿，才冒头道：“无事，你们盯着我作甚？”众人一旁的蓝曦臣看不下去了，方才他的话引了旁人误会，得金光瑶告知才知晓，如今也得自己帮忙才是。他倒多谢众位帮忙，今日当真给各位添麻烦了。众人点点头，纷纷离去。泽无君这话是要赶人了呀，虽说八卦有趣，可几大世家家主在场，又是仙门名士韩光君与魏公子之间的那点事儿，他们私下谈谈还好，若是真在几人面前如此嚣张，倒真是自己寻死路了。见旁人离去，蓝启仁清清嗓子问道：“可有破解之法？”蓝曦臣摇头，尚未想出。闻言，蓝启仁又转头问魏无羡：“你精于此道，这几日可有什么发现？”“还真没有。”魏无羡有点心虚，自己这边与蓝忘机睡得好好的，人在身边，吃喝都被惯着宠着，寻破解之法，疯了才会去寻什么破解之法。若实话实说，蓝启仁会气死的吧？魏无羡道：“只寻到一点。”
蓝启仁问是何？魏无羡犹豫道：无破解之法。蓝启仁，翌日，韩光君与魏公子因不明力量同房许久的传言便渐渐流传出来。昨晚在场人士众多，却也只限于修为较高，有些胆子不怎么要命的那一批人，因此金陵台之上，大多数人还是从他人口中得知此事。昨晚的某位人人意识到泽无君亲口所说绝对为真，若不与对方同床，韩光君每晚都会突然掉落到魏公子床上，而魏公子每晚也会迎来从天而降的韩光君。众人听得啧啧咂舌，也不知两人到底造了什么孽，偏偏要与自己的死对头绑在一起。